好，棋友们大家好，在前面第一集我们已经见识到梅花谱屏风马破当头炮的开篇力作。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在我们第一局里面，我们跃马过河，即便是在丢子的情况下，也是有非常多的惊天妙手。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第二讲，红方依然是平炮中路，准备从中路进攻，黑方马八进七，红方也上马。黑方这里我们前面有说过有冲7组和3组，古朴选择的3组。我们当代下棋觉得这个冲7组一是能够活通自己的马路，二呢能够克制到对方这个马。好，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红方在进车巡河，黑方再跳起了马2进3，至此形成黑方屏风马双正马对待红方当头炮巡河车。那么接下来比较普遍的招法也是红方兵7进1对调7路兵卒，红方平车吃过来。好，走到当下局面，是我们现在黑方又有2种比较普遍的招法。我们也有兵卒7进1，也有退炮过来打车打底下。梅花谱这里认为卒7进1有更好的妙招，是这样的话能够让双马都能够子力活通。好，那么现在红方就抓住机会平炮过来，准备打这个马，打我们这个3路马。梅花谱在这里直接马3进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前这个马有马3进2，马3进4，也有退回窝心。我们平时大家也都知道，感觉如果说退回窝心的话，感觉是最不好的一步棋。好，行棋至此红方抓住机会就平车过来抓我们这个马，他认为我们这个马前去无门后退有无路。那么此时黑方就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棋，进炮过来打车进行一个暗保。那么前面一局我们说到红方直接平车过来把这个卒给吃掉，吃完之后呢，黑方直接跃马过河，一系列的招法都是迅速落败。那么这一局红方改变了策略，直接先进炮先打掉底象将军。好，打完底象之后呢，那我们黑方只好先撑个士，撑完士，那么走到这里红方认为我现在这个炮你也不敢吃，我先吃掉这个卒。那么这里我们抓着双马，我们吃完他炮之后他吃掉我们马，而且我们现在感觉黑方好像是理亏掉一个象，但是黑方在这里索性连这个马都不顾了，直接再次跃马过河。那么红方感觉目前呢，如果说你再回来的话，他这里再想其他的办法，依然把这个马给吃掉。那么你现在如果说我们吃他这个炮的话，他再吃我们炮，白得一个大子。好，那么现在黑方直接在马4进2不顾了。那么红方感觉你这里即便是挂角或者说是卧槽将军的抽掉车的话，他先吃掉这个炮。那么走到这里想的是，即便是你卧槽将军的话，那抽掉一个车，那从子力上面来算的话，红方现在是双炮双马双车，你抽掉一个的话，他还有兵强马壮，子力还比较多，感觉并不是很大威胁。但是梅花谱在这里并没有选择卧槽将军，而是选择跳马挂角。这里也充分说明了，在我们子力稀少的情况下，有杀先看杀，少子猛攻。好，那么这里一将军黑方只好进步帅。好，此时黑方直接平车吃炮，顺带的就亮车带着杀棋。这也是我们见证这一手招法是非常的反击的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招法。首先呢，先将一军把你这个帅置于危险地步，然后再来腾出手来吃你这个炮，而且还带着杀。那么现在红方他感觉这里退车回来防守也守不了，他进车又怕我们这里平炮过来再次把他这个车给抽掉了，所以说他这里选择了马8进9，用这个马来看住这个点，防守住这里。那么我们黑方还是一样，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平炮中路来，平炮亮车，这样的话对中路又有所牵制，而且也是叫着杀的一步杀棋。
那么现在红方又有3种面对方式，第一呢，帅5平6，第二呢，帅5平4，第三呢是直接中炮发出打出来，为老帅呀腾出一个逃生的空间。好，我们一一来看。我们先看第一种，如果帅5平6的话，这是最快的一种输法。帅5平6的话，那我们黑方先平车，先进行一个暗保，先把它给保住。那么你这里也不敢吃，那么现在黑方他又有2种选择，一个是呢称士解围，吃掉我们想吃这个马，但是这样是会迅速的落败，因为你这里称士的，我们直接平炮过来一将的话，你称士也没办法，只能呢进帅吃马，吃完马之后，不管我们这个炮啊让到哪里，都是一步绝杀了，自己把自己这个帅啊陷入了困境。好，我们再看他第二种啊，第二种如果说红方直接把中炮发出，直接把我们这个中炮给打掉之后啊，那么也是一招就毙命了。我们这里看一下，我们直接来一个马4进6，退6，这样用车一将军的话，黑方这个帅中路来不了，这里又没有立脚之处，直接也就绝杀了。好，棋友们，我们返回到这个局面，我们再看看红方帅5平4的走法。好，如果说他这里帅5平4的时候，按照我们平时下棋啊，我们是看到能够将军呢，就迅速将军出车。但是梅花谱在这里啊，是借助有利的地形，充分把自己的子力发挥到极致。他并没有选择极致的去将军，因为你即刻来将军呢，他即便是上到3楼，我们这边这个车啊也没有出来，子力啊相对而言呢，出动速度稍微慢了一点。那么梅花谱这里就直接先进车，车3进5。那么接下来只要临头一将军的话，迅速就绝杀了，因为你这个炮也走不开。那么我们看一下，如果说红方这里啊，感觉想把这个炮抽开，进车一将，我们退士，但是他这个中炮还是发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马呀在这里把这个中炮吸在这里了，他中炮发不出，他这个车啊反而成了一个低头车，不利于他回去防守，所以说这里将军呢还不是最好的方式。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红方现在又有2个巧妙的招法，想要化解这个。他第一个呢是士4进5称士，感觉如果说我们平车过来将军呢，他这里可以称士啊或者挡炮。那么实则不然呢，我们这里先进8路车，车8进8先过来将军。那么红方帅他是不敢上来的，只能选择下去。下去之后呢，我们再平车过来一将。你这里不敢称士，因为如果称士的话是白吃了。如果说平炮挡住的话，那么这里啊梅花谱并不见得要吃你这个炮，而是直接车8平6，直接平车就绝杀了。大家可以看看啊，现在这个8角马在这里和红方这个帅形成8角阵势，只要车能够够得上将军的话，就非常厉害了。好，我们返回来。我们再看看红方，他这里啊，当前走到这个局面，称士是不行的。那他是啊，感觉我们这个车啊，要杀过来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他这里选择啊第二种方式，兵3进1，用这个马呀看住这个点。那这样这个招法行不行呢？我们依然可以再次来看一下。黑方直接啊先把这个兵给干掉，吃完兵之后呢，要继续吃的这个马。而且红方也是有点招架不住的，那吃完兵之后吃马，那红方怎么办呢？他这里想着，那现在赶快回来防守住，吃我们这个马。好，那么走到这里啊，我们红方先进去一将，那么黑方也只能进帅。走到这里又有非常厉害的招法了，黑方直接进车吃马，弃这个车不顾了。那感觉这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白送人头嘛？那么红方直接先把他这个打掉。好，打完之后我们一看啊，此时黑方直接平车过来将军，借助这个8角马的力量，这就绝杀了。因为这里这个黑炮啊，在这里目前就发挥出了相当大的作用了。你这里帅也平不到中路来，车马就把它给绝杀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红方目前有双车马炮几个大子，黑方只有车马炮现在3子。梅花谱也纵然说明了，即便是你的子力再多，
也是有杀先看杀，有杀招是非常的厉害的。好，棋友们，我们依然回到这里，我们再看第3个最为顽强的应对方式。那么当我们这里平车吃完炮之后啊，准备过来绝杀的时候，红方选择了直接中炮发出。那这样呢，中炮发出之后呢，我们黑方并不着急先吃他这个炮，而是先进车一将。好，把红方这个老帅请上了3等。此时啊，他这里再来了一个马4进2，走到这里来。那么接下来直接进车过来将军，这就绝杀了。因为这样的话，腾出马路是为了后方这个3路车投入战斗。好，那么红方这里一看呢，这里明显的进车过来，这就是杀棋。比较顽强、最为好的方式就是回去防守，只能选择退车防守。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再来一招，直接跳马踩着底士，从底线来进行将军。那么走到这里啊，红方就已经缴械投降了。这个帅呀退不回去，他如果说平到6路的话，我们平内车将军绝杀。如果说平到4路的时候，那这里更为精彩了，依然和我们这个黑马形成了一个8角马的阵势，同样的是平车过来绝杀。这就充分说明了，在梅花谱当中啊，8角马的杀法是各有千秋，而且配合车的使用呢是所向无敌。好，棋友们，今天第2讲的话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点赞关注，欢迎评论区留言，非常感谢。各位棋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当头炮应对左马盘河非常精彩的棋局。那么今天这一局啊，主要是为大家介绍一个在最后的残局攻杀阶段呢，红方通过巧妙计算捷足先登。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红方上马，黑方充足，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进车过河前来压制，黑方马2进3形成屏风马，红方冲兵，黑方马7进6走成标准的左马盘河。那么这个阵型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双方啊对攻的棋形。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采取了一个车2退2，来了一个退而求其次，既守住自己的巡河要道，同时将来也是平车过来顶马。那么黑方前面我们介绍了，既有马6进7这个走法，相对而言呢，双方比较平稳。当然黑方还有积极的走法，就是卒7进1。这里是冲着兵，同时马踩着车，红方当然是平车吃掉。吃完之后，黑方接下来有2个思路，炮8平6以及炮8平7，平炮亮车。前面一局我们介绍了炮8平6的变化，本局我们着重为大家介绍炮8平7。这里就给红方来了一个牵制，同时平炮亮车。那么接下来红方又该怎么走呢？这里感觉如果说你平车这里顶马的话，一则黑方可以跟你进行交换，第二他可以直接进车先守住马，然后将来平炮打车，这样的话反而抢夺先手。同时你如果说进车抓马的话，那他直接上马的话，这个变化在前面几局啊我们已经提到过，反而黑方这个马越抓越活。那么红方这里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马8进7，提前防守。接下来黑方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阵招，就是象3进5，当然也有一个偏冷门的走法，就是炮2退1。本局我们先看这个比较精彩的变化。那退炮它的目的意在何为呢？这里就要提到左马盘河针对当头炮主要一个反击思路。当头炮它的弱点就是3七路底象没有办法连接，对方后手采取一个反击的话，主要就是从3七路线展开进攻。这步棋主要是炮2平7，将来能够形成重炮打车，势必从红方的3路线进行反攻，同时配合8路车啊，能够形成一定的杀势。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进车这里来抓马，这里吃着双，显然黑方这个马它是走不开的，同时这里容易丢炮。那现在黑方索性来了一个交换，准备先弃后取。我这里重炮打车，你势必要走开，平车吃掉。
此时黑方先手进炮打掉马，打完之后，这里显然黑方有一点小小的优势，平炮打着串呢。那红方又该如何化解呢？这里一旦马炮打开之后呢，将来还有进炮打底象，可以说黑方这个阵型走法非常的精妙。那么现在红方如果说想保留实力的话，就只能退车回来防守了。那么接下来这里黑方炮如果说闪开的话也不太好闪，干脆果断平炮打掉。打完之后，现在红方他还不能平炮打，他就保留不了中炮，因为如果说炮把平五一打的话，这里进炮打象的话，势必立刻在底线展开一定的进攻，将来炮一在甩边成一个海底炮配合车，可以说黑方非常的满意。此时红方务必只能选择象七进五吃掉，那么这里就给红方造成了一个局面上的负亏，既有炮露在外面，同时拔掉了红方的当头炮，黑方当务之急平车抓炮，红方平车守住。当然如果说炮八平九的话，这里进车过来，既卡住炮，同时又捉着马，将来一旦炮闪开的话，这里捉着马势必形成车象牵连，它可以进炮打象，这样的话也是黑方一个声东击西的走法。所以说红方势必车9平8先看守住，接下来进车前来压制，意在平车压马。那么红方在这里也采取了一个反击之势，进车捉炮，这里同时卡住象腰，将来还有平车过来倒抓马吃象。那么接下来黑方这步棋就很明显，如果说你这里进炮的话，它势必卡住象腰，同时有平车过来，在这里黑方走了一步非常巧妙的炮7平8，这步棋意图就非常的明显，既有进炮下底扔一个底炮形成一定威胁，同时将来还有进炮在这里来一个打串。那么现在红方又该如何快速做出决定呢？棋友们也不妨在这里进行思考一番。黑方这步棋进炮可以说非常的有优势，此时红方抓准时机炮8平9，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走呢？就直接跟你对车，那么黑方要么对车，要么平车压马。首先我们看，如果说直接对掉的话，红方回马踩掉，这个棋局继续往下发展下去可以说双方成一个均等优势，红方略微多一个3路小兵，将来车马炮3子大家都是势均力敌，战线会拉长。所以说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变化，黑方在这里平车压马，这是一步好棋。现在这个马如果说退回去的话，那显然黑方这个车在这里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你如果说平车看或者说进车看的话，这里我照样能够进炮来一个打串，显然黑方还是有优势。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通过巧妙的计算，采取一个进车抓马，也是为了配合前锋这个车。此时黑方一看我先手吃掉，吃完之后还捉着红方这个炮这里感觉很不错。那红方先进炮打掉卒，然后将来再平车吃马。那么接下来看这个子力，显然黑方有点占优。此时黑方在这里来了一个进底炮，这步棋可以说来势汹汹，把底线进行一个牵制，目的很明显，平车要砍中象。那么走到这里，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关键点了，棋友们也不妨来看看你的残局功夫水平，红方接下来又该如何应对呢？可能在我们平时比较稳妥的时候呢，可能会想到我退车回来守住这个象，这样的话先稳妥一步。然而红方这步棋可能走出来之后呢，让大家大失所望，直接平车吃马。那黑方当然是平车吃象，难道红方在这里计算失误了吗？实则这里全部都被红方完全计算在范围之内。此时吃马吃着象一将军的话，
红方仅此一步成势，接下来车8进8的话，大军杀到，下一步棋进车砍士、平车砍士都是个绝杀。那红方这里接下来是用什么办法回天呢？他是不是有回天之术？此时必然要走帅5平6。那么接下来黑方这里又有2个变化，平车吃士还是进车吃士呢？首先我们看最为差劲的话就是平车吃士，这里吃完之后，显然平车就是一个绝杀。此时红方不慌不忙的话，平车先守住。那么现在这里黑方就不太好行棋了。比如说你现在要进车将军的话，那么他这里上来，一旦上来之后，这里象吃着车，你没办法来将军。比如说你在这里弃车的话，他退车吃，然后你这个车还不敢将军。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说明一下，红方进车砍士就是一步杀棋，你还来不及平车闪开。所以说黑方在这里看起来来势汹汹，实则完全被红方拿捏。那么现在如果说黑方在这里没有进攻的话，他选择称士先保命可不可以呢？或者说先前没有将军的时候先称士，实际上这样走也是被红方拿捏。因为现在的话他既可以飞象吃你车，当然你吃他的车是寻求一个交换，但是红方完全可以先不吃啊。下一步棋依然有平炮打中卒的话，既抽车同时又是将军，你这个车还不好闪开。比如说你现在车闪开，将来准备形成双车错杀法的话，那这里平炮一打卒的话，2个车死死的卡住2个象眼，你只能称士，士一旦撑开的话，平顶冠杀棋。我们返回到这里，黑方平车砍士，这里是显然来不及。那么我们看他进车砍士，这里岂不是很好？当然红方稳妥的走法依然是平车占据那道线，同时这里进车底线叫杀。这个棋局相信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黑方现在双车看起来非常有优势，实际上这里是没有杀棋的，反而红方进车砍士是一步先杀。那只能选择防守他这里首先说明只能称士，他还不能走士4进5。如果说这样走的话，既可以平炮打着中卒，那这里将军的话是形成一个对车。当然红方他还有更好的走法，就是进炮底线。这里一将军的话，你现在退士进车砍士杀棋，飞象不管往哪边飞的话都是进车杀棋。可以说红方的这个阵型非常的精妙。所以说在这里黑方称士的时候，他也只能比较勉强的士6进5，这里还吃着车。接下来红方进车。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你现在车甩开的话，平炮打卒绝杀，那又不能让你打卒，只能选择退车砍掉兵，先看守一步中路。但是红方有一步进炮的话，黑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现在你这里平车将军的话，无论怎么走的话，你是来不及。反观红方平车砍士就是一步杀，你这个士撑开的话，进车砍底士同样是绝杀。由此可见呢，红方在这里通过精妙计算，可以说黑方是棋差一招，红方捷足先登。好了，棋友们，大家有没有觉得最后的攻杀阶段非常的精彩呢？如果说觉得还不错，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点赞强烈支持一下，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下象棋学会巧妙对子也是必要的手段。今天我们继续当头炮应对左马盘河，精妙的一个对子棋局。那么走到这里，黑方抢先进卒，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此时黑方马2进3形成双正马。如果说红方此时来一个车2平3平车压马的话，黑方退炮，将来平炮打车，显然黑方这里子力内线运子的话稍微有点优势，所以说他比较好的话就是选择兵7进1，提前挺兵制马。接下来黑方抢先
马七进六，走成一个左马盘河经典的棋局。那么前面几局啊，我们介绍了左马盘河非常厉害的弹性变化。红方有一个退而求其次，退车寻河，将来平车顶马。然而黑方在这里有2个走法，比如说马6进7踩掉边，当然还有第2个走法，选择卒7进1。前面上马踩边的话，我们前面一局已经介绍了，容易形成和棋。本局我们着重看黑方比较积极的走法，直接进卒。那红方当然是平车吃掉。吃完之后，接下来黑方这里又有2个走法，炮8平7以及炮8平6，既给马生根壮威，同时也是亮出8路车。本局棋我们首先看它炮8平6的变化。那么这里很明显，你就没有办法顶他的马。当然，如果说进车抓马的话，那顺势马6进4，这个马一旦活蹦乱跳到达我方阵营的话，将来他在必要的时候拔掉你当头炮，使得红方这个阵型没有一个好的出路。此时红方先防一手马8进7，这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接下来黑方他能不能，如果说马6进4走不到，他能不能走马6进8呢？这个变化我们也稍作提一下。看起来这里上马踩着马，而且很不错啊。实际上这一步棋是一个空招，因为红方既可以马3退1，还可以马3退5，使得黑方这个马前去无门，后退也无路。将来还有炮8进2，这里炮给车生根，强行吃马。所以说在这里棋局的走法选择了一个飞象，象3进5，既补后中路，也是应对当头炮比较好的策略，同时防止红方进车抓马。那么接下来红方这一步棋可以说非常的关键。大家也可以看看，如果说你是红方的话，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华的招法，炮5平4，直接来跟你对炮。现在黑方要不要对呢？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如果说直接进炮对掉的话，那这是红方最为愿意看到的情况。此时红方平炮打掉，这里一打，黑方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局势非常有利于红方。红方第一可以车9平8，这里提前为出车让道，先手出车抓炮，同时还有进炮打士。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他现在这个车他还不敢轻举妄动，比如说进车过来，将来可以从我们这个3路马上手，那红方可以先手，这里先抓一步炮，炮如果说闪开的话，进车然后再卡马，显然不划算。比如说他平车守住，此时红方可以进炮打掉士。这步棋现在你要不要吃呢？敢不敢吃呢？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说直接吃掉的话，那我们这里平车抓马。当然或许大家会认为，我现在不吃行不行呢？这里是不是有一步好棋马6进8？当然平将吃炮这个变化我们在接下来也会为大家介绍到。首先我们为大家分析一下，这里马踩着马，老将吃着炮，看起来挺不错啊。实际上比如说黑方这样走的话，红方完全可以退炮。那这里卡住象腰，可以说恰到好处。现在你要不要吃呢？吃不吃的话，接下来我这里有进车砍象，同时你如果不吃的话，那么接下来这里还有退炮打马，相对而言都是有比较好的策略。我们看黑方上马吃掉，此时红方进车吃掉象，这里来一个将军，黑方将5进1，此时退车。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退炮一将军势必会抽掉这个马。可能大家会认为，我现在平车过来，是不是进车砍士有叫杀的这个棋呢？然而红方他完全可以退炮先手来一个将军。当你退将的时候，此时再称士把这个车给锁住了。那么接下来红方有上马，当然呢，他这个车非常的灵活，同时黑方老家残缺士象，
容易遭到红方的进攻。这里既有牵制，同时这里又比较空虚，局面对红方来说，红方将来容易取胜。由此可见，当红方平炮对炮的时候，黑方直接进炮打掉，得不偿失。我们继续看它还有第二个比较顽强的变化，这里炮6平7来一个牵制。比如说你现在平车打马的话，那它这里进炮打马，同样这里还有一个打串。那这里感觉好像黑方走得挺不错，那么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应手呢？那么在这里红方又走出了本局的惊天妙手，直接炮轰底士。那和前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这个变化相对而言，红方还有一个炮在这里进行防守。那么现在炮还打着车如果说这里飞象的话，显然白吃一个底士肯定不划算，那当然是平将而出，吃掉炮。吃完之后，接下来红方是故技重施，依然是平车过来吃马，这个马显然是走不开。当然他这里进炮打马也打不到，那只能选择防守。他比较顽强的就是车8进4守住马。接下来红方这里有一步棋马7进6，棋友们认为这一步棋好不好呢？大家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思考一下。感觉接下来上马踩马或者说进车吃马都挺不错，然而大家会发现黑方有一个进炮，这步棋来一个牵制。你上马吃马的话，我平炮打车，是不是红方会血亏呢？实际上黑方是断然不会这样走的，我们不妨演示一下。那么在这里红方是有强硬的手段，直接上马踩掉马。当然如果说进车吃马也是未尝不可，这样的话就是走的比较平稳一点，上马踩马呢更加激烈一点。那么现在这里接下来上马踩炮就是将军抽车，那黑方要不要平炮打呢？如果说直接打掉的话，上马这里一将军，那现在只能老将进或者是出去，此时回马踩车，踩完之后这里先手还抓着黑方这个炮。此局面下我们可以清点一下人数，现在红方是双马一炮，黑方是车马炮，可以说黑方是血亏。由此可见，黑方进炮来个牵制的话，这步棋是一个空招，反而会血亏。那他比较稳妥的走法就是先手进炮打马，这里先夺回一个，此时红方上马吃掉。吃完之后呢，相对而言上马吃的话比进车吃更加具有杀伤力，因为下一步棋跳马一将军的话，车马双将，同时只能进将进车底线钓鱼马杀法。那么现在黑方还不能掉以轻心，他只能选择将6平5暂避锋马。此时红方仍然有这样一个计划，马4进3的话，回马踩车，同时形成钓鱼马车马冷招杀法。但是黑方这里先前进炮打掉马的话，正好构成了7路底线的防守。那么接下来红方又该采取如何手段呢？这里就再次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惊天妙手，象7进5。这里采取一个弃子，黑方敢不敢平炮打呢？比如说平炮打掉的话，这里就中了红方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红方一上马的话，回踩着车进车底线杀棋，你逃车的话立刻结束战斗。如果说称势的话，这个车一旦丢掉，红方是双车，黑方缺少单车的话，显然红方容易取胜。所以说在这里对方给你子吃的时候，大家务必要思考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调虎离山，然后对方有巧妙之处呢？那既然不能吃的话，他能不能逃呢？比如说炮7进1的话，红方车9进1的话，这个炮将来会被捉死。那么棋局的走法，这里退而求其次，选择进车来看守，实际上这一步棋就被拴链住了。那么红方比如说平炮打的话，他可以平车吃，当你再次跳马的时候，他这里称势，
反而抽不到车，同时也没有攻势。红方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好的走法，退车回来。那么接下来就要强行平车吃炮。那这里前面红方已经取得一定的优势，夺得他一个护卫。那这里再次丢掉一个子的话，顺带快速出车，反而红方非常的有优势。他也没有办法，只好选择一个交换，心想你吃我炮的时候，我平车吃你马，这样的话相对而言比较合适一点。哪曾想接下来红方这里还有更加的妙手，大家也可以暂停一下手机，想一想，换作是你的话，接下来会怎么走呢？显然这一个车我们可以在这里思考一下，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车做一点文章。棋力水平稍微浅一点的，我们不妨构想一下，这个马如果说想走到马4进3的话，是不是要把这个炮先解决掉呢？当然你吃炮的话，他吃马。然而这里就不难显现出一个大鹏展翅，飞象挡炮，同时炮打着炮。那么接下来黑方也没有办法眼睁睁的看着红方跳马这里踩车。他如果说想防守的话，那这里炮打了他的炮，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平炮打掉。此时红方上马，回马踩着车，进车杀着棋，以为红方会平车吃炮，实际上这里再次用了巧妙的调虎离山之计。最为关键的，这里还有一个大鹏展翅的结合。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这局棋在最后的手法非常的精妙呢？如果说觉得不错，欢迎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欢迎各位棋友们在评论区交流，非常感谢大家。各位棋友，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左马盘河新的内容。本局棋围绕着这个7路卒一路横冲直撞，直逼9攻，究竟如何精彩呢？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黑方进卒，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进车过河。黑方上马形成双正马，红方冲兵，黑方左马盘河，红方马8进7。前面这都是普招的走法，咱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那么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采取车1进1，这种走法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红方发起中路进攻，黑方挑起战端。这里进卒回马踩着车，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平车跟着马。黑方进卒吃掉兵，红方再次进兵。当然为什么没有逃马或者说退车吃马，这个变化如果说棋友们有疑问的话，不妨结合前面内容一起观看一下。走到这里，黑方继续进卒吃马。如果说寻求交换的话，有一个先锋小卒势必有一定的小优势。红方进兵吃掉中路卒，打通中路，先手将军。黑方称势，退车顺手吃马。此时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车1平4，占据列道线。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再次结合前面一点小的内容，我们继续看马7进5。这里炮打着卒，马踩着卒，可以说这个小卒一旦消灭掉，红方就没有后顾之忧，完全可以全线火力进攻。然而黑方比较顽强，依然是进卒。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前面我们有讲过，此时红方上马的话，黑方平炮上马踩掉兵。这里红方得不偿失。本局棋红方采取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走法，车9进1，主要目的既平车赶着卒，同时也是将来车9平3，车9平2，或者说车9平4，左车右调，实行一个对他底线空虚进行防守。然而黑方在这里小卒直接吃掉底象，这里威胁红方的势。那么当然呢，这里棋局的走法既有平车过来形成霸王车，也有车9平2形成一个牵制。当然在走这个变化之前呢，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分支变化。现在你这个小卒进底了，红方能不能上马呢？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分支变化。如果说上马，这里既威胁着马，同时还有平炮打着车，看起来也很不错你这个小卒在这里，我随时车可以调过来，
实际上这个走法都在黑方的计算范围之内。那么此时黑方依然是上马踩掉兵，踩完之后红方平炮打车，这步棋看起来很不错啊。那现在打着车的话，那黑方又该如何抉择呢？这里黑方有一个好棋，平卒吃掉士，先手来一个将军。那现在如果说退车吃卒的话，那显然我们进车吃马，吃完之后这里还吃着炮，那当然红方是平帅吃掉卒。同时这里帅和车形成千里照将，中路有炮的加持，能够形成铁门栓杀棋，看起来非常的危险。实际上黑方这里来一个将计就计，先平炮，反手来一个将军。那现在如果说你平帅进去的话，那这里进车一将，再退车一将，可以抽你的车，同时这里可以先弃车砍马。那在这里红方肯定是不服气的，有炮不吃，这肯定是不合适。吃完之后，这里依然是进车底线杀棋黑方此时来一个飞象，这里可以说通过弃子巧妙诱直深入，既把红方这个帅诱出危险位置，同时又把这个车引到黑方的包围圈。此时平炮打车可以说恰到好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车它能不能直接吃象呢？或者说直接进炮打象？当然在这里如果说你进炮打象，看起来将军不错，但是这里称士就把这个车吃掉了。吃完之后这里还有先手将军，然后抽他这个9路车。所以说红方在这里稳妥起见，这个车也不能吃象。如果说吃完之后呢，那显然这里进车吃马。现在无论你吃马还是吃炮，我这里都可以点将，然后再把这个车给抽掉。因为你吃完之后，我进车吃马，这里象吃着车，这个车务必得逃，无论是吃马炮都会把这个车抽掉。抽完之后，黑方2个车相对而言躲到隐蔽位置，你这里想抽也抽不到。好，这个变化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那红方想保留实力的，他比较顽强的走法就只能选择退车，这里见好就收。白吃你一个炮，现在我依然退车防线，守着这个马，同时将来还有炮瞄准中象，看起来很不错可以说居离险地。但是黑方有一个先手将军，然后在这里黑方其实此时这个进炮要打车，感觉红方始终有这样一个棋，但是可以先手进车，先弃后取。那这时候你不吃好像不可能，平车吃掉。此时退车一将军，好了，把9路车给抽掉了。抽完之后，这个棋局看起来红方是双炮，黑方是马炮，黑方明显子力稍微兵种齐全一点。那这时候平车过来抓马，但是黑方一回马的话，这个阵型相对而言非常的稳固。继续往下发展的话，也是黑方非常的占优。首先说明红方这个帅位不安，暂且不说，他单缺士象。同时黑方有马炮、将来以及车马炮组合比较灵活，同时进攻性更加的强。所以说这个变化红方看起来有凶猛的进攻，实则完全被黑方死死拿捏。看来红方直接上马这个变化完全在黑方的掌握之中。那么接下来红方在这里另生一计，选择了一个车9平4。这步棋可以说来势汹汹，而且攻守兼备，既形成霸王车护住底势，同时将来马跳开或者摆兵的话，能够形成中路有炮，内道有双车，双车砍底势，绝擒铁门栓。那么黑方接下来又该如何行棋呢？这里换作我们常规想法的话，可能就大事不妙了。然而黑方在这里来了一个将计就计，进车，这里捉马。那显然红方这个马本来就要跳开的，然而这里还来了一招赶鸭子上架。那么红方直接马5进6，既隔断车，同时这里也是叫杀。
那么看起来黑方非常的危险，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黑方依然采取一个小卒入9攻。那这里一将军的话，现在首先说明红方不能用帅吃，如果说平帅吃的话，那这里进车一将军的话，红方只能退炮挡枪，接下来平炮，这里既拴住双车，同时进车底线杀棋。那现在即便是你摆兵的话，这里依然可以平炮中路，同时也可以飞象补后中路。红方没有杀，反而黑方这里有双线叫杀，红方的进攻战线完全被黑方立刻瓦解。所以说在这里红方还得要小心了。我们返回到棋局，那红方在这里比较稳妥的走法，也只能选择退车吃掉。此时黑方采取一个平炮牵制，我这里是截成担子炮现在红方要不要吃马呢？这里看起来这步棋很不错，然而这里是炮打着车，红方采取一个车4平3，这里同样是形成牵制。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也不管这个马了，因为这个马一旦动的话，2个担子炮立刻战线被破坏。此时车8进8，这步棋将来甩车过来形成叫杀。那么这里有2个走法，棋局并没有涉及到，比如说退炮拦住车，或者说我士6进5拦住车，这样行不行呢？首先我们看，如果说退炮的话，此时黑方一上象的话，这个阵型显得完美无缺。你现在上马吃的话，我平炮打；进卒吃象的话，我飞象吃，同时还有平炮打掉中兵，来一个反将。这样的话，红方反而得不偿失。当然，如果说称势的话，黑方这里有进车双车夺势，同样对红方形成一个不妙的走法。因为这里双象双势，同时还有截成担子炮，始终红方进攻不了，贴不了身。所以说红方在这里采取一个先下手为强，上马吃掉。因为吃掉一个马，同时这个马也是形成将来一定的威胁。中路有炮，内道有车，加上这个马的话，形成3线作战，看起来非常凶猛。实际上这个走法完全是给了黑方的一定机会。那么这时候甩车过来，双车砍底势就是杀棋。首先说明这里红方不能称势如果说称势的话，黑方一平车捉象，那这里红方是要吃亏的。仅此一步飞象，那么好了，这里进车的话，这里吃着双炮，双炮一旦丢失一个的话，那红方这个阵线的进攻显然就显得无力了。所以说在这里当我们双车夺底势的时候，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炮8退2，用炮来守住这个底势。这时候黑方采取一个顿挫走法，平车吃中炮，这里车卡住象腰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这里既补后中路，既有吃兵，又有将来吃炮。那么现在红方也只好选择车3进2看守住。此时黑方稳妥一手，象7进5，这里打着马，这个马前去无门，后退无路，他只好选择上马踩势，寻求交换，先破掉你顽固的阵型，将来双车在一侧的话，能够形成一定的攻杀。黑方称是吃掉，接下来目的就要退车吃小兵。红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往前进攻。黑方飞象吃掉。那么好了，走到这个局面之下呢，大家会发现双方子力兵种都是一样，红方残缺士象，黑方也相差无样。那现在到底是哪一方更加占优势呢？这里明显是黑方比较有优势。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炮被车牵制，然后这个3路车又动不了，黑方截成担子炮，阵型非常的稳固。那红方此时采取了一个车4平2，因为他现在能走的也就是这个车，
这个八路炮也是同样不好动。那么好了，他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这一步棋啊，黑方走出了一个惊天妙手，大家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下。如果说你能够想出来的话，可以说啊，你的残局功夫、运子技巧也是相当的一绝。我们话不多说，黑方来了一个飞龙在天，这里飞象挡住车，同时也不怕你进车底下来将军，我这里随时可以退炮。那么为什么要飞象呢？主要是为炮二平五做准备。一旦黑方能够架起当头炮的话，势必红方这个炮不稳。那么你这里如果说出帅的话，将来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所以说红方为稳妥起见，先手称势，黑方平炮。那么这里很明显，你不打我的，我下一步棋就要打你的。红方只好先选择下手为强，进炮打掉，黑方退向吃掉炮。吃完之后，接下来双车夺底夺势啊，就是个杀棋。如果说出帅的话，反而平车啊占据中心，红方只好退车防守。那么好了，走到这里，接下来黑方走出了一步棋，红方就只好缴械投降了。大家可以看看，或者说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这时候黑方来了一个平车抓炮，显然这个炮啊不好走了。现在炮往哪里去呢？只能选择离开。离开的话，那这里进车捉双，吃象就是个杀棋。那么棋局发展到这里啊，也是因为黑方多子占优，红方一旦丢掉炮，可以说后续进攻无力。当然这里残缺士象，很容易遭到黑方双车错的杀法。好了，棋友们，今天这个小卒入九宫，可以说引入导火索，最终为我们展现出精彩的棋局。棋友们有什么想法或者好的建议，欢迎打在评论区里面交流。非常感谢朋友们，还请朋友们多多点赞，强烈推荐一下，非常感谢。各位棋友，我们继续走马盘河第15局。本局棋再次为我们介绍了一个黑方弃中马为诱饵，巧妙暗藏做杀的手段。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黑方进卒，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进车过河，前来压制。黑方上马，红方进卒，此时黑方左马盘河。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马八进七，接下来黑方快速出车，红方进兵，黑方进卒，意在回马吃车，红方平车抓马。黑方进卒吃掉兵，寻求交换，红方进兵打通中路。黑方再次进卒吃马，红方进兵吃掉卒，先手来一个将军。黑方称势，这时候红方退车吃马，黑方平车占据那条线。好了，那么走到这里啊，可能有很多疑问啊，棋友们在这里会说，那前面这么多的走法是不是会有变招呢？其实它的变化也很多，当然呢，通过前面很多的演变呢，走到这个局面也是走马盘河必然的一个普招棋局。好了，我们继续往下演变。接下来红方的走法很多，我们依然是围绕着上一个视频的内容，马七进五的变化。这里上马既有马踩卒，也有炮打卒。黑方比较好的走法依然是保留先锋小卒的优势。此时红方上马既有踩马，还暗藏着平炮打车。黑方上马，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前面一局我们就讲过了，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平车准备吃马，以及进炮打马。那么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回应，也就是炮八平车。接下来无论是红方进炮打马还是进车吃马，都会遭到黑方一系列的攻杀。这个棋局变化也是贪吃，黑方采取弃中马为诱饵。那么前面一局啊，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棋友们可以结合第14局一起观看一下。本局棋我们意在看红方在这个局面之下采取防守。很明显，一旦能够黑方进炮打掉底象的话，势必红方老家阵营不稳。那么他现在防守的话，
仅此象3进1。当然，这个变化我们也为大家走下，它能不能平车过来呢？这里既牵制着炮，又退车吃着卒啊。实际上，如果说这样一走的话，黑方只要一飞象，即可安然无事。此时既有进车吃马，将来这个马还踩着车，象也飞着车，你进车吃炮是吃不到，退车吃卒的话，这里这个马丢了。同时，你即便是上马踩掉中象的话，看起来也很不错啊。将来有卧槽将军，实际上上马踩车，你这里并没有杀棋，所以说这个走法红方不占便宜。好，我们返回来，我们就按照棋局的走法，选择象3进1。那么接下来看起来好像红方来势汹汹，黑方又该如何应对呢？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这里就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平炮打车。中路弃马，这里又再次献炮。那么现在红方到底是进车吃马，还是进炮打马，还是上马踩掉中炮呢？这3个变化我们可以分别来看。首先，如果说进车吃马的话，那这里寻求交换，红方得不偿失。兵种一样，同时黑方有一个小卒已经即将兵临城下。一旦小卒入9宫的话，破掉士象，势必黑方这个车能够快速杀到，反而形势对红方不利。所以说进车吃马不太妥当。好，当然呢，在这里，那么既然不能这样走了，他如果说进炮打呢，这感觉岂不是很好？实际上这样打的话，同样不太合适。你有当头炮，我也有回防的当头炮，那这里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掉马，红方这个车还不敢做任何挣扎，他只能退回去。反而当我们出将的时候，红方这个车就白白牺牲了。所以说这样走的话，肯定不丢马的话就会丢车。我们返回到，那么由此可见呢，这个中路马为诱饵，红方看起来很想吃，实际上很容易上当。那么接下来这里就演变的第3个走法，选择上马吃掉中炮。这一步棋看起来不错啊。此时你在飞象吃马的话，我进炮打，或者说进车吃，这样的话红方既有继续保留中路的优势，同时也不怕黑方来袭。此时在这里时候，黑方先选择忍住不贪吃，平卒逼近9宫。当然红方此时又该怎么走呢？比如说他上马将军的话，我这里出来，将来这个小卒破掉双士，又会形成和前面同样的杀棋。所以说黑方在这里为了稳妥起见，选择先称士，提前预防一下。这里有一个杀法，棋友们可以结合前面第14局一起观看一下。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行棋呢？红方后方阵营比较稳固，前方又是来势汹汹。接下来黑方采取了一个进车底线，可以说是利刃出鞘。将来下一步棋车4进7的话，就能够形成了3车闹士的局面。那么比如说现在红方他能不能上马将军呢？那不吃的话，势必赶快跑啊。比如说这里跳马一将军的话，那黑方只能出将。此时看起来平炮再来一个将军，你车闪开的时候，他平车将军就有绝杀。那看起来很不错啊。实际上这一步棋反而帮助黑方，因为当你平炮过来将军的话，黑方可以大胆弃车砍炮，你敢不敢吃呢？如果说称是吃掉的话，显然平车砍士就是个杀棋。由此可见，这一步上马卧槽的话，看起来是进攻，反而帮助黑方采取一个反杀。那红方是得不偿失。我们返回到棋局，那么在这里，当黑方进车底线的时候，红方还不能采取进攻，他比较稳妥的就只能选择一个车9进1，采取一个防守，不让黑方进车前来压制，形成了3车闹士。那么走到这个局面之下，黑方又该如何进攻呢？老家这个阵营目前来说还算是比较顽强，
接下来黑方采取了一个进炮，这步棋可能呢稍微不太容易想得到，这里形成一个牵制，将来这个炮啊能够起到一定的威胁作用。比如说车8退1的话，卡住象腰，进炮底线杀棋。因为黑方的内道车锁住了红方的帅门，他两个士目前也不敢动。那么走到这个局面之下呢，黑方在这里这个马又不敢跳开，反而帮助黑方出将。此时他在这里选择了一个进车吃马，看起来不错。那你吃我的，黑方也吃掉，形成一个交换。这时候红方再次进车吃。那么好了，吃完象，看起来接下来这一步棋感觉很厉害，平车抽车。但是黑方有一个先下手为强，平炮打掉中士。换做这个局面的话，可能大家会认为黑方这时候是不是已经落入败局呢？实则在这里黑方反而非常的占优势。首先我们看他敢不敢抽车呢？如果说平车抽车的话，这个车是送给你了，反而黑方出将，现在敢不敢吃呢？进车一吃的话，这里进车就是个绝杀，形成了一个炮破掉单士，底线牵制，这个小卒可以说卡的红方老帅死死的不敢动弹。所以说在这里他不敢抽车。那么我们返回来，不能抽车的话，我现在这样平车一将军，接下来进车杀象，是不是有优势呢？实则黑方还是可以退士。那你现在杀象不起作用，反而黑方平车砍士就是个杀棋，你现在平车砍掉中炮也是来不及。可以说这一波进炮，然后再有炮七平5破掉中士，妙到极处。那么接下来你能不能再回来将军呢？如果说再将，我再称是反复走过来的话，反而这个棋你不可能长此以往下去，黑方始终都有平车过来绝杀之棋。好了，棋友们，今天这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尤其是黑方这个小卒逼近9攻，最后形成杀法构思非常的精妙。